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贾卫东贾厂长，他给我们学校捐献了新的图书馆，还修建了新的跑道。让我们用掌声有请贾厂长夫妇上台讲话。李小磊怎么还没来呀？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他又给我掉链子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说不定是路上遇到了什么事情，要不要再等等？贾厂长，你快点，孩子们都在等着你呢。校长，麻烦再等3分钟。贾厂长，这全校师生都在这等着呢，你媳妇儿的架子也太大了吧？你是不知道，他现在这媳妇儿胖得走不动道，在家除了吃就是睡。话说回来，贾家这厂子一大半是他当年带着嫁妆钱办起来的，没有他哪有现在的贾厂长？就是啊，那也不能让几百号人等着呀！再等下去，太阳都快落山了。就是等到什么时候呀？贾厂长，真的不能再等了。教育局领导还在这坐着呢，要不你先上来。要不是厂子执照上还挂着他的名字，我今天都不会让他来。他倒好，故意让我出手。怎么还没开始啊？贾旺旺，你们家那头大象怎么还没来啊？时间也不早了，还不开始吗？贾厂长，你先上来吧。啊！贾厂长的媳妇儿怎么穿成这样就来参加开学典礼啊？你看她那裙子跟裹粽子似的，再勒紧点儿，恐怕要裂开了。你怎么才来呀？还弄成这样！哎呀，路上我的车轮胎坏了，而且我鞋子的跟儿也掉了。小旺呢？这位就是贾厂长的爱人吧？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快点，一起上台。你走开！我不要你上台。小旺，是妈妈来晚了，对不起啊。我要刘老师，刘老师又瘦又漂亮，她上台才不丢人呢。小旺，你在乱说什么呢？小旺，真裂开了！哎呦，你看他走起来啊，就像鸭子一样，难怪啊，贾厂长不待见他。先坐吧，先坐吧，先坐。我老贾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那接下来有请贾厂长和刘老师一起上台，作为优秀家长代表讲话。刘老师，你今天的穿搭和我爸好配啊！小旺真乖。厂长夫人放心，卫东哥有我呢。你看他那样，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想认他。对，要说啊，换作是我，有一个穿崩拉链、光脚丫子的妈，我也不忍。祝孩子们学业进步！接下来呢，我们工厂还会为我们学校再捐供一个篮球场、足球场，
让大家在课余时间有个好身体，争取考上清华北大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祝同学们学业进步。你找我来做什么？自然是有话要和你说。我没什么好跟你说的。哎，别走啊！哼，真是没想到啊，连亲儿子都不认你这个妈，你还有这么大的气性。哼，你胡说，他就是个孩子，随便乱说的。李小磊，小孩子才是最不会骗人的。你看看你现在，胖的连衣服都穿不上，你觉得你现在还配当这个厂长夫人吗？我是贾卫东的妻子，小旺的亲妈，他们都没这么说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亲妈又怎么样？你现在就是个黄脸婆，你现在是不是胖的都不敢照镜子？哦，你知道昨天贾卫东跟我说什么了吗？他跟我说看到你就没胃口。你们昨天晚上在一起？是啊，昨天晚上整整一晚上我们都在一起。你是小三？你骂谁是小三？是你自己留不住男人。贾卫东心里早就没有你了，是你赖着不走。你这种人该去死！这么高摔下去，这李小磊应该死透了吧？哼，这里这么偏，肯定也没有人看见。就算有人看见了，也是因为你太胖了自己掉下去的，跟我可没有关系。要怨就怨你一直缠着贾卫东，死了也活该。哼。我穿越了。哎，哼，李小磊，你不是挺能耐的吗？倒是应一声啊！什么鬼东西？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都没有死，你是人是鬼啊？我穿越了，还变成了一个肥婆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菩萨保佑！菩萨保佑！不是我推你的，你变成鬼了，不要来找我！我要是变成鬼，第一个就找你索命。小狐狸精说话一套一套的，仗着自己有点狐媚手段，就要上天了。我没有，你借照顾阿旺为由，频繁出入我家，趁我生阿旺变胖，在蒋卫东面前说三道四，还记得他喝咖啡的口味。刘老师，你不觉得你的关心有点越界了吗？你胡说，我那是可怜阿旺没人管。担心到用我丈夫的钱去买裙子，让我儿子叫你妈？李小磊，你少装神弄鬼了！我推你又怎么了？阿旺和贾卫东现在都向着我，你动我一根手指头你试试。我是贾卫东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提他的名字？这世道也有小三踩在正妻的头上啊！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，哎呀，我错了！你刚才推我下楼的时候，可没这么客气啊！李小磊，
你要是敢把我从这推下去，你就是杀人凶手！你个死绿茶，还敢恶人先告状！我可没你手那么脏，心这么黑！死肥婆，你看看自己那身肉，走路都颤了。贾卫东都跟我说了，看到身上那身肉就恶心。肥婆也比你狐狸精好。还有阿旺，上次我给他补习作业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刘老师，要是你是我妈妈就好了，连你儿子都这么说你了，你还有什么脸在这跟我装？说完了，我还要说，你个生了孩子就胖成猪的黄脸婆，凭什么占着厂长夫人的位子不放？还不是因为你爸有钱，你的嫁妆丰厚，贾卫东才一直不给离婚。第一，我是贾卫东名为正娶的妻子，领了结婚证，受法律保护。哼，你一个未婚女老师，成天出入我家，在我丈夫面前说三道四，哼，按老话说，这叫窥伺人夫，传出去是要被戳脊梁骨的。第二，我生阿旺发胖，是为贾家传宗接代，我带嫁妆嫁给贾卫东，帮他发家。我是贾家大功臣，轮不到一个外人来说三道四。我那是为了阿旺。第三，你以照顾阿旺为借口挑拨离间，是破坏人伦。你教学生礼义廉耻，自己在背地里却做苟且之事，不怕被学校开除，为镇上的人戳脊梁骨吗？你一个外人，天天惦记着别人的老公和孩子，按理教你就应该被进猪笼。撕烂你的嘴！李小磊，李小磊，你是要杀人吗？我今天就把话给你说清楚，你要是敢骂我一句，我还你10句；你要是敢跟我动手，我让你记一辈子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李小磊要杀人了！李小磊，你干什么？李小磊，你干什么呢你？卫东哥，贾卫东，你来的正好。问问你的好老师，刚刚是谁把我推下了楼？又是谁骂了我半个时辰的肥猪黄脸婆？我没有，卫东哥，他打我，你看他把我打成什么样了？他刚刚还骂我。是不是？骂的就是你这个挑拨离间的绿茶！你看他还要打我，你要是再来晚一点，我就要被他打死了。他刚刚不但打我，还骂我，他说我窥伺人夫，他还要学校开除我。刘老师，你没事吧？妈妈，你怎么能欺负刘老师呢？他对我最好了。贾旺旺，你看清楚，是他把你亲妈推下楼的。我不信，刘老师才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呢。再说了，你要是真掉下去了，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毫发无损？贾旺旺，我是你妈，她是一个外人，轮得到你对亲妈说不信？从今天开始，你给我离刘淑兰远点，更不要让我听到说不信。我不要你当我妈妈，我要刘老师当我妈妈。行了，吵什么吵啊？就算舒兰有错，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吧？他是阿旺的老师，这传出去多不好看啊！传出去不好看？他刚刚羞辱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传出去不好看？贾卫东，我才是你媳妇儿，他是一个外人。你吃错药了啊！竟然敢顶嘴了！以前是我傻，以为忍忍就能换你们待见，现在我算是明白了，我带着嫁妆来帮你起家，怀阿旺，胖成现在这个样子，还不如一个外面会装可怜的女人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？你别忘了，你开的厂，你住的房，里面有一半是我爸拿的嫁妆钱，你拿着我家的钱当厂长，却护着一个挑拨我夫妻关系的外人。你贾卫东，你丢不丢脸？你什么你？我什么我？切！你这个死渣男！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没理就别硬说。真是一点家规都没了。家规？你这样的蠢男人能立什么家规？我发现你真是无法无天了。你现在啊，
马上去村西头的猪舍给我好好反省，快去！去就去，正好不想跟你这个下头男共处一室。哼！原主啊，原主，你说你活的这叫什么劲儿啊？简直就没有一点大女主的气势嘛！哼！老公把你当累赘，儿子嫌你丢人，就连插足的小三也能骑在你的头上。哼！现在倒好了，直接变成猪圈来了吧？这是把你当猪养呢！哇！哦，这贾卫东人不行，连猪都养不好。嘿嘿，不过小猪，你们算是撞上大运了，碰上我这么个专家，就算是给我几只瘦成干的小猪，我也能把它们养到上国际大卖场。哎呀，放心啦，以我的能力，一定能带你们过上好日子的。哎呦，真可爱，看我，看我。我的娘啊！他们真给你塞这儿来了，这猪舍这苦日子，你以后可怎么活呀？这是原主的好朋友，人善但没什么脑子。谢谢你来看我。这房子怎么能住人呢？哎呀，问题不大，这房子很大，还有改造空间。什么？这……这是啥？变戏法吗？2号箱已打开，请取走物品后关上门。尝尝这个。我的娘哎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比镇上供销社卖的还香嘞！小磊，你什么时候这么有能耐了？这算什么？还有更牛的呢！8号箱已打开，3号箱已打开，7、9、5、6号箱已打开。哇！小磊，你这哪里是养猪啊？这猪住的比咱人都好嘞！这是新兴的养猪方式，猪要是休息得好，心情好，应激反应少，那么它的肉就会更嫩，而且更不容易生病。哦，还是你厉害，懂得多。我跟你说，这贾家最近跟赶大集似的，说要给厂子选代言人。这个刘淑兰天天往你家跑，又是给你婆婆追腿，又是给阿旺讲题。这村里人都说啥？说她不光要当代言人，等你公公从城里回来，就逼贾卫东跟你离婚，她好嫁进来当新媳妇儿，给阿旺当后妈，当我孩子的后妈。他问我的孩子亲妈没？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们家人对你是什么态度。等你公公从城里回来，估计刘淑兰成为厂里代言人后也就松口了。代言人有我在，那个小贱人就不可能当上。你也要参加比赛？不只要去，我还要拿第一！哎呀呀呀！那你这身材……我决定了，我要减肥。哎呀，革命尚未成功，我继续努力。阿姨、姐，等我当上代言人，我给阿姨和姐一人买一条金项链。还是我们舒兰懂事儿。等你公公回来呀，我们就跟他说，小李那身板生不了二胎，你进门刚好给我们贾家变个大胖小子。厂子那边我们早就打好招呼了，把票全投给你。等你当上代言人，再把小磊比下去，离了婚名正言顺。但是我怕小雷姐她……哎呀，她正在猪圈喂猪呢，等她反应过来，你早就是我们贾家的人了。
是众所周知啊。别急，我都打好招呼了，等我爸一回来，这代言人肯定是你。好，谢谢姐。舒兰，卫东，你看他那个狐妹子样，为了个比赛都勾引上厂长了你还不知道吗？他早就背地里呀，让小旺喊他妈了。啊！大家快看，谁来了？爸，您辛苦了。这比赛就等您回来开始了。人都来了吗？啊，来了，都来了，就连小旺啊都说想爷爷了，都来比赛现场了。爷爷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可想你了。嘿嘿，小旺真乖，爷爷啊，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玩具啊。爸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要不先主持比赛？哎，对，来，哎，小磊呢？那个爸，他在村西头猪圈呢。瞎胡闹！今天厂子选代言人，她是贾家的媳妇儿，为什么不在啊？啊？他爸，小李那身板来了更丢人，先选代言人要紧啊。他那身板怎么就丢人了？我们贾家选媳妇儿，什么时候按体重选了？再说了，我走的时候，他只不过稍微胖了一点。那个爸，大事要紧，大事要紧。我们贾家的规矩，媳妇儿不在，天大的事儿都得等着。爸，他那个鬼样子，他来了只会丢人。他现在什么样子都给你丢人了啊！美玲，哎，去把小磊叫来。去吧，去吧。小磊啊，你公公真回来了，这外面敲锣打鼓的，说比赛马上就开始了。是吗？刘淑兰那个贱人，是不是已经在上面出尽了风头？小磊啊，你这是人未到，倒是料事如神。他可是仗着贾厂长，你不是要去参加比赛吗？再不去就晚了。不过也是，以你现在这身材，肯定两下他们的狗眼。那个刘淑兰算什么东西啊？他总是只留下个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也只急什么？好戏得压轴。也不知道爸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胖媳妇儿。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还要让她来丢人现眼。李小磊，我爸回来了，让你去厂子里，别磨磨蹭蹭的。要是耽误了今天比赛，看我爸怎么收拾你。你这大姑姐嘴比村里的泼妇还毒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真要去参加比赛？那刘淑兰啊，可是收拾了大半天，就等着今天压你一头呢。去，但不是为了赢比赛。那是为了什么啊？你没听贾美玲说吗？去丢人现眼。我就是要让她看看，到底丢的是谁的脸。也是，以你现在的身材，分分钟秒杀10个刘淑兰。等着吧，不争口馒头也要争口气。我21世纪的大女主，是能让你这群人欺负的。怎么还不来啊？怎么还不来啊？真是，都等半天了。再等一等。等他？我看他是没脸来了吧？他肯定穿着那喂猪的旧褂子来了，也是给我们贾家丢人，连厂的名声都被他败光了。贾厂长，咱比赛都是按规矩来的，哪能说等就等？我们都是从十里八乡赶过来的，可不是看你磨蹭的。就是，您是家大业大的，故意给咱们使绊子吧？爸，
姐都已经叫过了，那小磊他想来，他早就来了。咱先开始吧，观众看别当笑话。就是。行，先开始吧。来，那咱们先请选手出场。第一位，张翠花。大家好，我叫张翠花，希望大家可以投我一票。感觉看上去都还行，但总是差点意。不像能撑得起场子门面。爸，别着急，好的还在后面。对，下面有请我们的刘老师刘淑兰上台。好。大家好，我叫刘淑兰，现在我为大家诗朗诵《致橡树》。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。完了，这次悬了。刘老师不光长得好看，还有文化，这在哪比得过呀？哼，气死我了！那爸，你看刘老师多有精神啊，又有文化又得体，代言咱们家厂子，保准让供销社的人都抢着要咱们家的货。是啊。这刘老师确实不错。最后一位参赛选手李小磊，请上台。李小磊，小磊，他报名，就他那油光锃亮的大脸，还有那腰，比咱家腌咸菜的缸都粗。走一步连身上肉都晃，那不是给我们家丢人吗？你说什么呢？那是小磊对咱自家的厂子上心，多好一孩子。爸，你不是眼瞎了吧？他那肥样，拍宣传照都把相机撑破了，还想当代言人呢。就是。他呢，从来都不爱抛头露面，估计啊就是脑子一热，就报名了啊。哎，对，下面有请李小磊上台。爸，我看他就是怕丢人，不敢来了。这代言人还是让舒兰来当吧。是啊，我看今天参赛的这么多，我看呀，就属舒兰这孩子得体大方。李小磊来了就会丢我们贾家的面子。爷爷，刘老师最漂亮了，我想让刘老师当咱们家的代言人。那再等等你妈妈啊。再等5分钟。爸，他肯定是不想来了。要我说这个代言人，你就让……谁说我不想来了？谁说李小磊不敢来了？这难道就是电视上的歌舞明星？我的娘哎，这是李小磊？他不是个200斤的大胖子吗？这怎么瘦的变了个人似的？爸，您舟车劳顿，辛苦了。不辛苦不辛苦，小磊来了就好。这衣裳，这头发也太洋气了吧！而且他怎么美得像电视里的明星似的？对对对，他们站在一起啊，刘淑兰都黯然失色。哪里洋气了？你们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这露胳膊露腿的，裙子都短到大腿根了，跟歌厅里的巫女似的，简直伤风败俗，也不怕教坏小孩子。我教坏小孩子？都改革开放了，
你是哪个年代还没投胎的老妖怪？这么封建，迂腐思想，你简直强词夺理！你可是有妇之夫！你什么你？你就是嫉妒我，脸比你长得好看，身材还比你好。哼，真正的李小磊胖的都有2个你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李小磊找来的替身吧？真是没想到，李小磊为了赢比赛，连脸都不要了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对，我们家小磊胖的连门都进不去了，哪能突然这么瘦？你说是谁派你来的？是不是想骗我们贾家代言人的位置？怪不得现在站在这里的李小磊美得跟仙女似的，原来是人假扮的。比赛不敢来就不敢来，我们贾家也不是因为你第一次丢脸了。没想到你竟然能想到这种歪门邪道，不仅穿成这样子，还找人冒名顶替。你这次是把我们全家的脸往地上踩。老伴儿，你看，这是你口中一直宠爱的儿媳，她今天能做这违背良俗、违法骗人的事情，她明天就敢骑到我们贾家头上杀人放火。这样的儿媳不要也罢。是啊，这贾家竟然能出这种媳妇儿，我支持你们离婚。离婚，对，离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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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这眼睛这鼻子越看越熟悉啊？卫东，你仔细看看，你自己同床共枕了几年的媳妇儿，你认不认得出？难不成连给你自己生了个孩子的媳妇儿都不认识了吗？这个女人确实是我媳妇儿，是李小磊。卫东，你不要被这个女人给迷惑了，她浑身上下哪有一点像那个肥婆？这颗痣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她就是货真价实的李小磊。小磊，好久不见，你比当初嫁到我们家的时候还漂亮。爸，你也是，出去走了一圈，看起来起码年轻了5岁。我的天，这真是李小磊，他真的瘦了，这得掉多少肉啊？可不是嘛，以前看他走路都喘，现在穿上黑皮裙，跟电影明星似的。难道你就是我妈？好像仙女。你个小白眼狼，现在知道你蛮好了。卫东，为什么要帮他证明身份？只要刚才大家都认为他是找人顶替的，这婚不就能离了？贾家媳妇儿不就是我了？瘦下来又咋了？说不定是饿的，肯定没安好心。闭嘴吧，都是自家人，还互相猜忌。小磊，这才过去多久啊？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自从上次在开学典礼上给小王丢了脸之后，我就痛定思痛，一直在诸设反省。这些年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我决定要做好卫东的媳妇儿，要做好小旺的妈，还要做好贾家的儿媳妇儿。所以我就忍饿不吃，把自己整整饿瘦了100斤。好，小磊，你真是辛苦了，这种毅力才是我们贾家媳妇儿该有的样子。真的太牛了，短短时间竟然能脱胎换骨成这个样子，太让人敬佩了。那就算是你瘦下来又能怎样？选代言人你瞎凑什么热闹？我可没凑热闹，我是来拿第1的。我是来拿第1的。第1？小磊，你该不会减肥减成傻子了吧？婆婆，我理智的很。怎么？难道是我现在的形象配不上代言人的标准吗？哼，那也不是，明明舒兰已经……哦，不会是婆婆你已经内定舒兰当场子的代言人了吧？帮外不帮亲，婆婆果然是公正无私第一人呐！你可别瞎说啊！明明是人家舒兰自己有本事，赢得了比赛，我可没有给她内幕。小磊，我们工厂的代言人选拔都是公平公正的。好一个公平公正！爸，代言人选拔结束了吗？没有，小磊，你来的刚刚好。好，现在进入最终评选环节，请评委打分。不行，如果就这样评选的话，李小磊现在这个红妹样子一定能是第1。等一下，贾叔叔，选代言人不是选美，不能只看脸蛋。
我现在虽然没有李小磊好看，但是我有文化呀，我可以给厂里面写宣传稿，还可以跟供销社谈合作，这些可不是靠脸蛋就可以做到的。说来说的对，李小磊这些年在我家除了吃就是睡，连账本都不会算，他能懂啥？可不是嘛，以前在镇上供销社看到他正抱着2斤饼干啃呢。贾叔叔，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讲诚信，文化底蕴是很重要的，你说呢？刘老师有文化，确实比只会吃的强啊。就是啊，选代言人啊，还得选这种有脑子的。我也赞同，刘老师说的对。算你还识相，你瘦下来也就是一个绣花枕头，草包一个，怎么能跟我们家舒兰相比呢？还真是蛇鼠一窝，没一个好货色。刘老师确实说的对，但谁说我没脑子了？你还逞什么能啊？谁不知道你除了吃什么都不会做？快别丢人现眼了。一个厂子的代言人，不仅是门面，也得有撑得起的才艺和名片。既然刘老师都提出来了，那我就展现点新鲜的，给大家伙瞧瞧。以前也没听说贾家胖媳妇有啥才艺。小磊好像和原来不一样了。还好我留了一手，科技改变人生，便携式的外放音响，你们肯定没有见过吧？各位注意听好了。我们的家乡，在希望的田野上，炊烟在新建的乳房上飘荡，小河在每真好听，我妈妈简直就是电影里的歌星。李小磊什么时候唱歌唱这么好听？确实奇怪，什么时候还藏了这么一手？哇，真好听！谢谢大家。北玲，没想到你弟妹唱歌这么好听，你们贾家真是深藏不露啊！对，那可是我们家小磊，能不厉害吗？他现在是以义夫人，我看以后还有谁敢说我们家有黑幕？投票结果统计结束，我宣布，本次代言人选拔的获胜者是李小磊。啊，小磊，上台吧。这个代言人，我不当。你说什么？不是李小磊，这种场合你又在胡闹，有啥事回家说啊！我没有胡闹，这个代言人我不可能当。爸，我知道您希望我替贾家撑场面，但是女人不可能一辈子靠着丈夫，靠着婆家，我也该有自己的事业，自己的活法。小磊，你说的对，爸也支持你有自己的念想。可是咱代言人的事儿定好了，谁赢就是谁。你别听他的鬼话，你一个家庭妇女，洗衣做饭带好男人孩子就够了，搞什么事业？难不成瘦的脑子都不清醒了？妈说的对，你吃贾家的，穿贾家的，离了贾家你能活？难不成靠你那猪院里的瘦猪过活？靠猪确实比靠你们靠谱。你说啥？就你那猪圈里那几头瘦猪，前2天我路过，瞅着比柴火棍还细，风一吹都能倒。靠猪养活，你还不如去喝西北风呢。小磊，你啥时候去养猪了？那个爸，前阵子小磊在学校受了点气，就去猪舍待了几天。胡闹！爸，没关系，我在猪舍待着也比在家待强。小磊，爸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但不能说这赌气话。我没有胡说，爸，现在这猪也是我的事业。爸，你就听他在这儿胡扯吧。猪舍那臭气熏天的，还有那几个瘦弱小猪，能养出啥花样？怕不是鳄鱼头说胡话呢。我知道那几头猪跟我们家猪仔一块买的，我们家都快出栏了，他家还瘦得跟个猴似的。还有那猪舍杂草丛生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啥废弃的垃圾场呢。卫东哥，会不会是小雷姐受脱相了，脑子都不清楚了？小磊，你别胡说了，咱家那些猪养半年一点肉都没长，你现在说他们是你的事业，要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？该看医生的是你们，
我养的猪都比你们这些睁眼说瞎话的人聪明多了。我那猪都配比你们种的好。就吹吧，被男人养不丢人。就是，有本事带我们去看看。有什么不敢？现在就去猪舍。要是我说谎，随你们处置；要是我说的是真的，以后就别再拿家庭主妇4个字压我。我李小磊就算养猪，也比在贾家当受气包强。李小磊，你别胡闹了，跟我回家。这个代言人的位置呢，还是你的。回家？回哪个家？回你和刘老师眉来眼去的家，还是回你妈天天骂我胖的家？你想要看我的猪，跟上；不敢来的，就别在这瞎叫唤。走。哎，看他耍啥花招，等会儿看着怎么收场。哇！这啥新鲜玩意儿？自己在地上跑，还吃垃圾呢！乖乖，这猪舍比我家炕还干净。小李妹子，你咋弄的？你看这猪养的，精神头这么足，皮毛亮的能招人人眼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卫东不是说这些猪瘦得像柴火吗？猪舍比垃圾场还脏吗？小磊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，在短短时间内把猪舍布置成这个样子？我自然是有我的办法，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我怎么会告诉你呢？小磊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谁跟你是一家人？一家人会把我扔进猪圈，一家人会看着外人欺负我？哎，住嘴！小磊把猪养得这么好是好事儿。爸，你不要被他骗了，就这几头猪说明他运气好。小磊，我劝你还是乖乖回厂子当代言人，我们贾家可以不计前嫌，让你从这猪圈滚回家。谁稀罕你那家？我住这清静，不用看别人脸色。小磊姐，你还是别赌气了，喂猪多辛苦，哪有当代言人风光？风光？我在贾家当牛做马，却被你们指着鼻子骂是胖猪，这就是你们所说的风光。我觉得呀，我在这喂猪也比看你们脸色强100倍。小磊，你说什么呢？那在贾家谁给你脸色看了？这些年贾家把你养得这么……哪儿亏待过你啊？我的老公跟别的女人眉来眼去，孩子被教唆的认贼作母，还有婆婆和大姑姐天天骂我胖骂我蠢，最后还把我扔进猪圈。这就是你们说的没有亏待？小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，您可能不知道，去年我发高烧，贾母说我装病，连口热水都不给我喝。贾姐说我偷了她的钱，搜遍了我的箱子，最后钱在她自己的枕头底下找，也没给我道过歉。这些我都忍了，可是贾卫东他背着我在外面找女人。那天他在小旺的开学典礼上，他还想和刘老师一起，想要害死我。什么？贾卫东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？你不知道吗？我听说。真有这事儿？他胡说呢！我那是为了管教他，哪家媳妇不被婆婆说几句啊？谁让他自己那么笨，钱丢了不知道找自己原因？管教，把人往死里搓磨，这叫管教？你们就是这么对他的，贾家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。哼，老一辈的规矩，媳妇不听话就得管教，难不成让他骑到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啊？爸，他把自己吃成那个胖猪样子，不知道在外面给我们丢多少人，我们还不能说他2句了？丢人？她嫁进贾家，拿嫁妆填你儿子厂子的窟窿，起早贪黑伺候一家老小，你们就是这么待她的？身为婆婆和大姑姐，不在外人面前护着她，反倒跟着外人戳她脊梁骨，贾家还有没有家法了？小磊，爸对不住你了，爸瞎了眼，没早看出这些事儿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爸，您不用道歉。这些年以来，您一直护着我，我都记在心里。
但我跟贾家是真的过不下去了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们可是夫妻，我们还有小旺。夫妻？你护着刘淑兰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是夫妻？过不下去，你想分家？行啊，走就走。这里的猪舍是贾家的，这里的猪还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贾家的，你什么都别想带走。就是净身出户，我倒要看看，离了贾家的地，离了这些猪，你能活成什么样？恐怕是连窝窝头都吃不起吧。你们住口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种混账话？他是你们的家人，不是讨债的仇人。爸，你不要被他灌了迷魂汤。作为儿媳妇不听话，就要好好教训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这贾家到底谁说了算。住嘴！谁说了算？贾家也轮不到你说了算。你斗他一个试试。我看你们今天是无法无天了。老头子，你闪开！家里的事儿还轮不到你这个大男人掺和。今天我不把他这张嘴撕烂，我就不是小旺他奶奶。来啊！今天我倒要看看，谁敢动我一根手指头试试！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看到贾家这么一出戏呢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别闹了啊！我今天是管不了你们了是吧？啊！我，爸！李小磊，你这个方法管用吗？爸怎么还没醒？别着急，老头子，你可别吓唬我呀！你最好祈祷爸没事，否则我要你好看。你说话给我放尊重点。刚才要不是我给爸做心肺复苏，现在你们应该趴在床边哭丧了。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要不是你爸能气成这样吗？这时候你倒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了，不是你吵得最凶的时候了。你还好意思说不是你，我能动气吗？行了，别闹了，那爸还没醒呢。爸，别动，让他平躺。他是急火攻心引起的急性心梗，刚才是暂时性休克，现在必须绝对静养，不能动，更不能再受任何刺激。好，不动不动，平躺。不行，我不能躺着。车厂还等着我找自己筹钱呢。车厂的事先放放，你要是再逞强，下次就不会这么好运了，搞不好会瘫痪，甚至……对呀，老头子，厂子没了咱能再挣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咋活呀？对啊，爸，这次啊，您就听我们的吧。可厂子亏空了，还欠了那么多货款，工人工资也快发不下来了。选代言人就是想拉笔赞助，能过去这个坎儿。我要是躺下来，谁管呢？爸，您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躺好，车厂的事总会有办法的。是啊，爸，这不是有我的吗？你，我看只有那一个办法。爸，您放心，厂子的事呢，我帮忙照看着，工人的工资、供销社的货款，我都记着呢。等拿到投资，我立马就还清。光记着不行，后天的车企投资会才是关键。那笔投资要是拿不下来，咱们这厂子连这个月都撑不下去。爸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吧，我可是对车门清。厂里的那个新油车 A 市进口的发动机，油耗低，载重强，他们肯定会看中的。后天市里的那个车企投资会，要是能拿到那笔投资，咱的厂子就能活过来。您放心吧，这件事交给我，我对车门清。你可别大意啊，这种投资会什么厉害人物都有，说不定还有些奇车怪车，想拿到投资难呐。哎呀，老头子，我看你就是瞎操心。卫东从小就对车亲，厂里的车他哪辆不熟？那些花里胡哨的怪车，哪有咱厂里的车扎实？你就好好养病吧，比啥都强。就是，我弟当年还拆过自行车呢，现在摆弄卡车跟玩似的。爸，您就放宽心吧。倒是有些人放着好好的家不回，跑去猪圈瞎折腾。他要是能帮卫东多分担点，也不至于让您气成这样。这是特效药，按说明书给爸吃，会好得快一些。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你
爸吃坏了。闭嘴！小磊，今天下午在猪舍，是佳佳对不起你，是我没管好家里人，让你受委屈。爸，您说什么呢？对呀，这哪能怪我们呀？是他非要吵着跟卫东分家，还说要跟卫东离婚。我们劝过他，他听吗？现在可倒好，跑出去喂猪，传出去都让人笑话咱贾家。就是，他要是安安分分当代言人，帮着卫东把厂子搞好，哪会有这么多事？我看他就是故意气您。妈，姐，你们都少说两句吧，爸还病着呢。我哪说错了？难道不是他把家搞得鸡犬不宁？爸，您先养好病，车厂的事我……你别掺和，你懂啥？要是把投资搞黄了，你能担得起责任吗？再不闭嘴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哼！小磊，别跟他们置气，是爸没用。爸是这个家里唯一真心待我的人了，我不能再让他有事。车厂是他一辈子的心血，就算不为贾家，为了他，也得帮一把。爸，您先安心养病，投资会的事我不会不管的。什么？投资会你也要掺和？李小磊，李小磊，你疯了！车什么都不懂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那爸都成这样了，你还在赌气啊？赌气？我都做到这地步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爸想让你回来，你听不明白吗？我不会回家的，我现在不和你们吵，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最大让步了。你真打算不管爸了？我救了他，我劝他静养，还不够。倒是你，与其在这指责我，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拿下投资。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肯定能拿到投资，车厂呢也会起死回生。但愿如此。妈妈，你不要走！竟然让小孩子使这一招，但对我没用。李小磊，你对我这样也就算了，你对亲生儿子也这个态度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我也没说要认下这个儿子啊，他不是喜欢别人当他妈妈吗？那我就放他走。妈妈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夸刘老师漂亮，我也想让你当我妈妈。妈妈，跟我回家吧。想要妈妈呀，去找刘老师呀。李小磊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给你个台阶下，你就应该感恩戴德的求着回来，不是这样一副肮脏的嘴脸。我肮脏？我肮脏也赶不上某些有家室的还在外面勾三搭四。行，你身为妻子不回家，你身为妈妈不管孩子，你还有良心吗？你还想成事情？我看你也就喂猪喂得好，因为你本身就是一头猪，还想搞事业呢。我看你啊，顶多养出几头温猪出来。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了，我不止猪喂的比你好，我做什么都能比你强。你不是觉得自己造车厉害？后天的车企投资会，我也会去参加。你参加？你去干嘛呀？添乱吗？自然是帮爸，我可不想看到他一辈子的心血都毁在你们这种人手里。你胡说什么呢你？你胡说什么呢你？敢动我闺蜜一下试试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不是我说你又哪儿冒出来的？我们的家事还轮不到你个外人来插手。小磊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他在你家受了多少委屈，当我不知道？扔猪圈，被人骂胖，现在回来看眼老人，你还管上了？切，走。还有你，我看你年纪小，我不跟你计较。再有下次，让我看见你一口一个刘阿姨，认贼作母的，看我不扒你的小裤衩！呸，什么东西！简直是无理取闹！贾家的门你以后别想踏进来。我就说那虎狼窝不能回，看贾卫东那德行，还有那小崽子，白眼了。别气了，我这次回去就是想看看爸的病情，没别的意思。那现在咋办啊？贾家肯定是不能回去了。我决定要参加后天的车企招商会。啥？你认真的？咱连自行车链条都不会修，造啥车呀？我以贾卫东这辈子都别想抬头的幸福骑士，无比认真。他不是觉得我只会养猪吗？那我就让他看看，我这个养猪的是怎么让他输得服服帖帖。对，把他比下去，看他还敢不敢嚣张。其实我也是想帮爸一把，他是这个家里唯一对我好的人，我不想看着他的心血就这么彻底没了。可是咱连个螺丝都拧不明白啊！有我在，还怕什么？
对，咱们大女人绝不认输。不过咱们现在连个车轮都没有，招商会还来得及吗？确实来不及。哎，但我们有现代高科技，根本不需要自己造。他们搞油车，80年代，哼，我来玩点新潮的。这辆车的发动机啊，是从 A 城进的，油耗呢比普通的车低3成，载重呢多了1吨。这次招商会啊，我势在必得。等拿到投资呢，爸的心病也好了，厂子的亏空啊也能补上了。这李小磊啊，到时候也得乖乖自己求着回来。卫东哥，这次招商我们肯定能拿下。小磊姐嘛，让她好好反省反省了。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小磊那个阴魂不散的贱人，咋咋呼呼的天塌了，比天塌了还糟！李小磊也报名参加车辆招商会了。什么？他那天真不是说着玩的啊？真就跟我较真儿去参加车骑比赛了？李小磊连车都骑不利索，还想坐车呢，这不就是去给我们丢脸的吗？哼，虽然他会丢人，但这女人啊，吃醋耍耍性子才是正常的。行，随他去吧，现在拿下投资才是正事。放心吧，我这油车啊可是顶配，光发动机啊就花了2万。这次招商会呢，我们势在必得。啊，也是啊，比赛后天就开始，李小磊就算有通天的本事，3天也造不出车来，到时候也没法子去丢人现眼。哼，走吧。哼。跑车不行，太扎眼，造价也贵。越野车，这年代的人怕是接受不了。不行，不行，这个也不行。呀，这个可以啊！咦，这是啥？怎么长得跟玩具似的？这个呀，就是我们的参赛秘密法宝。那小车咋还拿不开呢？管他呢，指不定是啥破玩意儿。不好意思露脸呗，还是咱这车不错。你那车咋样？我这车拉货多，上次拉棉花，我一趟赶别人2趟，拉得多有啥用呢？我3轮车能坐6个人呢，赶急走亲戚啥都行，比那自行车快多了。行了，我要的车不只是普普通通能拉货、能载人的车，那样的车供销社门口一抓一大把。我要的是创新，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车，能跟得上生产力，跟得上改革开放的步伐，这样的车才配拿我赵某人的投资。那招商会正式开始，请各位参赛者依次展示车辆。你先上。你先。我这款车拉货多，我这款车速度快，还有谁？我，赵老板，您好。我这辆车啊，可是 A 式进口发动机，油耗呢比普通车低3成，全市啊找不出来第2辆。这贾家厂子就是有钱啊，能弄来进口货。贾卫东确实是研究车的一把好手，车是不错，但总感觉缺点什么。难道还有别的车比我的更好吗？贾厂长的车确实不错，还有哪位要展示？这第1啊，肯定是我的 A 城进口发动机，油耗呢100公里不超过10升，全市呢找不出第2辆，还有谁不服的？我还是烧汽油的嘛。就是，除了能装，看不出来什么新意。别光在底下嘀咕啊，有本事把你们的车拿出来比比啊！啊，卫东哥，我们这次稳操胜券了。贾厂长，这话说的太早了吧？刘哥呀，您怎么来了？听说有个招商会，来看看。你那破车也好意思称全市第1？哼，这人谁啊？怎么说话这么嚣张？
刘虎啊，全市啊最大的车企就是他家的，手底下呢管着上百号工人。我的娘，那不是刘虎吗？他怎么也来了？对呀，他家大业大的，还需要这点投资？你懂啥？这年头谁会嫌自己钱多？瞧瞧，这可是帝国进口豪华油车，油耗比你低2成，速度比你快3成，还带真皮座椅。你那车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我我的娘啊，这才是好车！雅家的车跟他一比，就是个破4轮。真是倒大霉了，碰上这冤死，是不是要输了，卫东哥？哎呀，比贾老板的车强，但还是烧汽油的老一套，不够创新。赵老板这是没见过好东西啊！这年头，车不就是看油耗和速度吗？还有没有其他参赛者？赵老板准备了丰厚投资。完了，这下彻底没希望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你还真来凑热闹啊？我没凑热闹，我是带着我的车来参赛的。参赛？小姑娘，你车呢？光动动嘴皮子，参不了赛啊！哼，在这儿。啊！哎，这什么车啊？像个虫子，花里胡哨的，从来没见过。对呀，刚开到跟前没听见响，这发动机的引擎声音真小。哪里来的小姑娘？毛都没长齐，开辆玩具车来凑数啊？这是投资会，不是过家家。看见没？帝国进口豪华油车，跑起来比你这虫子车快3倍。刘哥的车就是威风，这才叫车。你添什么乱呀？没看见刘哥的车吗？啊，赶紧回去吧，别给家家丢人了。就是一个喂猪的懂什么车啊？怕不是从猪圈里拆下的零件拼的吧？小雷姐，别逞强了，你是斗不过刘哥的。赵老板，这是我的参赛车辆。哦，你的车有什么亮点？您别看它小，奥妙可多了。奥妙？那不是一堆破烂糊弄人的吧？我这车加厚钢板，真皮座椅，你这车有啥？李小磊啊，快别说了，趁现在还没丢那么多人。我这车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这女人不会疯了吧？居然敢说这种大话！是吗？就你这小破车，呵呵。刘厂长，你可千万别瞧不起它。首先，它外观特别，是经过精心设计过的。精心设计？对，在电视上确实是没有见过这款造型。哟，车没实力就开始吹好看了？车是用来开的，不是用来唱戏的。难不成还像你一样，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货色？刘哥，您这说话严重了。小磊，你别在这闹了，快跟我回家。哟，比不过这就要跑啊？这是夫妻双双把家逃啊！刘厂长，你急什么？你看不懂的东西，不代表它没用。目光短浅，看不懂这新奇的车，也很正常。难道是什么新奇的车？赵老板，我的车能参赛吗？看赵老板这个表情，怕不是觉得这个车不行吧？哎，赵老板，你可别被他骗了，这车就是个花架子，根本不能用。这车的外观很有意思，圆滚滚的，比那些方头方脑的常规车好看多了。确实好看，这车就跟未来电影里似的。赵老板有眼光，这是以未来科技为基调设计的，全球都找不出第二辆。难不成李小磊还真有两下？好看顶个屁用啊！赵老板，你可别让这个女的给迷惑了。我这车头用的是加厚钢板，撞一下都不会变形的，座椅是牛皮的，跑长途都不累，轮胎是进口的，抓地力极强，这才叫真材实料。也是，这破车看着花哨，指不定一撞就散架了，核心技术、安全性能都没有保障，就是来添乱的。刘厂长说的对，
车不能光看外观，得看性能。哎，赵老板，这车跑得快，耗油少的，还得看我那俩。不急，我还没好好看看这台车呢。小磊，你这个车真能行吗？赵老板，让我来好好给你介绍一下。哎，赵老板，你可别被他骗了，我现在就给你拆穿。这车里边肯定是铁皮糊的，里边全是烂木头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让大家看看这车的真面目。就你这车里边能有啥核心性能？你敢？这车是小磊辛辛苦苦研究的，你凭啥砸了？都给我住手！我刚夸的是车的外观，并没有说它的性能不行。但刘厂长说的也有道理，车的核心是性能。你的车载重多少，续航程多少，安全有保证吗？卫东哥，小磊姐就是在逞强呢，你要不去管管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呢？我看他不像是逞强，小磊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。看见没？赵老板都质疑你了，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吧？我看你啊，趁早认输吧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哼，今天啊，我非把它砸开，让大家看看你这车到底是不是个空壳子。你动一下试试，这车要是有半点损伤，我就让你赔得倾家荡产。都别吵了，看看这个车是不是绣花枕头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李小磊，你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试一下这个车的性能？有何不敢？只不过刘厂长，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赌？行啊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要跟我赌什么？我刘虎在东市这么多年，还没怕过谁呢。这疯婆子又要闹什么幺蛾子？就赌我这车能拿第一。我要是赢了，你不仅要公开道歉，还得把东市全部汽车份额撤出去。刘厂长的车子可占了东市1半份额，这不是断人财路吗？他真有胜算。要是刘虎撤了，咱厂子的销路可就更广了。小姑娘，你胃口不小，赌可以，那你输了呢？悉听尊便。好，我赢了，你给我跪下磕头求饶，还得签字画押，让我收购贾家的厂子。你做梦！我们家厂子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，凭啥给你？李小磊，你要是敢应这个赌，看我拿你怎么办！我的娘，这是要把全部家底都压上！刘厂长这是想一口吞了东市的汽车生意啊！卫东哥，要是输了，厂子可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小磊，别闹了，千万别拿工厂开玩笑啊！刘虎的车你也看到，确实厉害，咱翻……我答应你。好，够爽快！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破铜烂铁拼个车，怎么赢我！李小磊，你疯了！那是贾家的厂子，不是你的玩具。我知道这是爸的心血，正因为知道，才不想让他一直被人压着。刘厂长，赌约可以定，不过我得再加一场。如果我赢了，除了你的市场撤出东市，还得公开承认我的汽车比你先进。没问题，只要你能赢，别说承认，就是让我给你当司机都行。还有，得请赵老板做公证，免得有人输了不认账。好，那我就做这个公证人。这疯婆子，我们贾家的厂子哪能随随便便让他去赌的？姐，都这样了，说不定小磊真有办法呢。他有办法，只会虚张声势的家伙，他那车有什么本事赢啊？别磨蹭了，让我来看看你这破车经不经砸，砸坏了趁早认输。疯了吗？这么大石头砸下去，车壳子肯定都裂了。除了坦克，啥车能经得住这么砸呀？小磊，你可千万别输啊！砸烂了可别后悔啊！小磊，你是真的有把握吗？那可是整个厂子啊！放心，咱们的车经得起赌。砸吧！哇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娘啊！这啥材料？比钢板还坚固啊！邪门了！刘厂长这个石头，连普通卡车都能砸个大洞。他难不成还真有两下子？这车用什么材料做的？一点痕迹都没有啊！这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见鬼了！这是他真的有什么办法？这女人到底藏着多少本事？我就知道小磊的车最厉害了。怎么样，刘厂长，心服口服了吧？我的车可不是绣花枕头，安全性、
经得起砸。好材料，好工艺呀！周老板，你可别被他骗了，这车不可能这么玄乎，哪有什么车能砸一下没有划痕的？刘厂长，技不如人，可不能诬陷他人呐。就是啊，刘厂长，车不行可别怪路不平啊。光外壳硬有啥用？谁知道里面是不是一堆破铜烂铁？看车还是看我们这儿的，座椅是真皮座椅，我们的方向盘都是带防滑纹的，高级货还得看我的。是吗？既然刘厂长想跟我比这些，哎，哼，那你看看这些，见过吗？这是啥？这个座椅看着怪奇怪。这可是记忆座椅，可舒服了。真当自己是发明家了，又搞什么噱头？这破棉布塞的座椅，破布料，刘厂长倒是拿出破布料给我们瞧一瞧呀。就是，瞧见没？我的车可是意大利高定牛皮，老师傅一针一线缝上去的。你这车有啥呀？高定牛皮，不愧是刘厂长，家大业大。看来刘厂长对自己的车非常满意。既然如此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试试就试试，我就不信了。我那高级座椅还比不上你这破棉花了。牛皮座椅真舒服啊！看吧，快点认输吧。急什么？他这不是还没做的吗？你这个破棉布，做不做有什么关系？请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硌腰啊？哎，你看，我就说嘛。别急，我还没开始呢。哇，跟骑到身上一样。哼，这种感觉比刚才那牛皮座椅得劲多了。没想到他真还有两手。花里胡哨的，我那牛皮啊，经久耐用。你这破布用不了半年就得烫。是不是破布料？用了才知道。至少现在这位大哥觉得很舒服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哎呀，这技术可以呀，有点意思。哪儿生产的？赵老板别急，还有更神奇的。赵老板别急，还有更神奇的。哦，还有什么好技术？拿出来给我们瞧瞧。冰的，没想到居然还有冰箱。来一口。这什么东西这么好喝？那当然，蜜语冰城畅销全世界的牌子，难不成还有假？哎，赵老板，你不能因为这点小恩小惠就让他收买了。刘厂长，你也尝尝。尝尝就尝尝，我就不信能有什么不一样的。这个女人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？竟然这么厉害！不就是喝的吗？有什么？李女士，没想到你这车里面有这么新奇的东西，还这么贴心，比那传统汽车呀先进太多了。啊，这第一名！太好了，小磊这次赢了，咱们厂子有救了！等等，光是外壳硬，里面花里胡哨的，能有啥用啊？是啊，车是用来跑的，是要拉货赚钱的，讲究的是经济和实用。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，能当饭吃吗？是啊。赵老板，我那车加满1箱油能跑300公里，这1公里成本啊还不到2毛钱。他这车一看就
他这车一开跑3公里就没油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对呀，车再好看，不能跑也是白搭。车是用来干活的，不是拿来当摆设的。贾厂长说的在理，实用才是王道。我看这个车它就是个噱头，真要拉起货来，怕是要散架了。敢不敢让他出去跑一圈？我看你这个车连50米都跑不到，要是半路没油趴窝了，别让我们去给你拖车呀！李女士，车的核心终究是动力，你的车真的能跑吗？小磊，要不咱别比了吧？我就说它是个花瓶摆设，第一还是我的。到底敢不敢跑啊？要是不敢，就趁早认输。跑就跑，只不过你输了，可别哭。装啥呢？开车哪有不带车钥匙的？不会这车钥匙都是假的吧？我看压根儿就是没钥匙。李同志，你该不会是在垃圾场拼的吧？连把钥匙都拼不出来，还跟刘厂长比，真是丢人现眼。李女士，我们搞投资的最讲究的是诚信2字，你这连车钥匙都拿不出来，不是玩的吗？小磊，你就别硬撑了。急什么？谁说开车一定要有钥匙？吹什么牛啊！全天下哪有不用钥匙就能开的车啊？你当你是会念咒的神仙啊？我这车就可以。装还装？你有本事你让他开个灯看看，别光说不练，让大家伙看看你这神仙车到底灵不灵？就是，光说不练假把式。对呀。啊！小弟，车辆启动，解锁行驶模式，并开启前灯。收到，主人。哇哦！我的娘，这不用钥匙，用嘴说话就行。这啥玩意儿？太厉害了吧！比收音机还神。小磊他真的做到了。现在这个车能做到这个地步了？等等，你这车就会弄这些花哨的，该不会是个空架的吧？油箱在哪里啊？别到时候跑路上没油趴窝了，显得我溜火，胜之不武。油箱？我这车根本不需要加油。还有汽车不用加油的，难不成加的是空气啊？就是啊，哪有车不用油的？你当是小孩玩的铁皮青蛙，上了弦就能跑啊？我都说了，我这车不大，奥妙可不少。笑话，没见过吹牛能把车吹起来的。不信，那刘厂长大可以自己检查检查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没有油箱？小雷的车已经可以不用油箱了。卫东，小磊的车真没有油箱，能行吗？咱们会不会输啊？姐，你就相信小雷吧。眼见为实，刘厂长，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没有油箱怎么样？指不定是你藏起来了。有本事啊，跑一圈大家看看。那您就睁大您的眼睛，好好看看。小弟，出去溜一圈。小弟，出去溜一圈。好的。哇！哎，太神了吧，这也真走了！我的娘，不但能跑起来，还跑这么快，不愧是我媳妇儿。这怎么可能？全世界没有这样的车。现在服了吧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没有人驾驶，这怎么跑的？这是新技术，而且还不止一个。还有，这叫无人驾驶。就算不会开车，设定好路线，它也会自己跑的。而且拉货送人，以后都不用专门雇司机。老天爷，不用人还能开车？那岂不是人人都能用上车？比洋鬼子的车还厉害！咱们中国自己也能造这么神的车？完了，这回我真的是要输了。这种车要投入市场，绝对能火爆全球啊！我投了100万，不200万，不够再投。本次招商会的第1名是李小磊。哇哦耶！太棒了，小磊，我们赢了，赢了！
厉害厉害厉害，真的太厉害了！我赢了，刘厂长，咱们的赌约该兑现了吧？刘厂长，咱们的赌约该兑现了吧？是啊，就是啊。刘厂长家大业大，总不会说话不算数吧？好，我确实承认我的车不如人，但这赌约，咱俩可是在众人面前，在赵老板的见证下立的约。既然是赌，就没有毁约的道理。我知道刘厂长是敞亮人，向来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就是啊，输了就得认。就是凭什么不认？话虽然是这么说，这个既然刘厂长都这么爽快了，那之前说的当司机这件事不在赌约里，那我就不为难刘哥了。可是东市市场的份额，你一定要遵守承诺。行，既然丫头这么懂规矩，那我咬咬牙，把东市市场让给你们吧。太好了，我们不仅拿下了赵老板的投资，还拿下了东市的市场。爸只要知道了，买整批就好利索了。小磊，谢谢你，这次真是多亏你了，车厂能活全靠你了。不用谢我，我也是为了爸。爸盼着车厂好，盼了一辈子。那你外头，小雷，你爸快不行了！什么？医生，你就再给看看，就再看看！我家老头子今天早上还喝了2碗稀粥呢，现在就成这样了，我求求你了！不是我不使劲，这心脏功能已经彻底垮了，要不赶紧送往省城医院，兴许还有1/1000的希望，再晚就……爸，妈，这是怎么了？他下午因为有个投资会，他一下就坐起来了，说要去厂里看看。他刚走到院里，咚一下就栽到地上，到现在都没醒。我的苦命的老头子！妈，您先别着急，医生，我把这咋回事，看能治对不对？该用的药都用了，真没啥办法。贾厂长，你们准备准备吧。不可能，你肯定是看错了。药箱肯定还有好药，你再给我爸打1针就1针。对不起，真的是无理回天了。爸，卫东哥，你也别太伤心了，厂子救回来了，叔叔在天也能安息了。胡说什么呢？爸还有救，你还有脸说话？爸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你害的，是你，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！妈，你说啥呢？我还能说什么？那天我就看他不对劲儿，他那天给的药根本就不是良药，而是毒药，他是害死你爸的杀人凶手。就是，那猪就不对劲，这药里边不知道掺了什么脏东西。爸今天要是有3长2短，我饶不了你。小雷姐，我知道你急着证明你自己，那你也不能拿叔叔的命开玩笑呀！你那些药连说明书都没有。小磊，那天你到底给爸吃的什么药啊？爸还有救？放狗屁！村医都说没救了，你只是让爸死都不能安生。我有没有咒的，你自己可以看。他的脉搏虽然弱，但很有规律，是急性心梗引发的休克，不是没救。他说的对，的确脉搏还有规律。小磊，你真的有办法？你说呀，到底咋救？从这到省里大医院山路崎岖，最少要3个小时，根本来不及。但是可以从快递柜里准备心脏除颤仪、无菌手术包、麻醉剂，而且21世纪的设备更加先进。但我只在实验室给动物做过模拟手术，从未碰过真人，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呀。小磊，有办法你倒是说呀！你是不是想不到办法，故意在这拖延时间？就是装什么神医，有本事你现在就让爸睁眼。办法有，但需要绝对安静。要是想救他，你们现在立刻出去，把门关上。要是谁敢进来捣乱，出了人命，谁自己担着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指使我们？谁知道你自己在这屋对爸做什么？对，我是不可能离开我家老头子的。
要是再耽误时间的话，我也救不了了。妈，姐，你让小磊试试吧，毕竟之前他救醒过爸一次，你就再信他一回。李小磊真有两下子，别是瞎胡闹，爸这情况真耽误不得。你这个不孝子，你被这个狐狸精灌了多少迷魂药？今天你敢让他动爸一根手指头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！妈，爸的呼吸都快没了，现在只有小磊能试试了。妈，您就不能把你的火气压一压吗？压？我压个屁！我看他就是趁火打劫，他看我们贾家快垮了，他想把你爸最后一口气也夹断。妈，爸真的没时间了。妈，上次的确是李小磊把爸从鬼门关救出来，这次要不再让他试一次，万一成了呢？你们都向着这个小骗子！今天你爸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饶不了你们！妈，你别再闹了，爸真的耽误不了了。爸动了，爸动了！老头子真的有救，再浪费时间就真的无力回天了。妈，姐，快出去，我们都出去，快！啊，好。贾卫东，你留下。贾卫东，你留下，留下给我当助手。好。看紧他。小磊，到底咋救啊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，你尽管吩咐。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。闭嘴！小玲，你去我注射的柜子里，把标着急救相依的箱子、蓝色布包着的手术器械，还有那瓶写着丙不酚的药水都拿来，越快越好。记住，别让人看见。啊！小磊，这是啥呀？还有你刚才对着这玩意儿说都说了什么呀？还有什么丙泊酚，这都啥玩意儿啊？你是好奇宝宝吗？时间紧迫，快准备好。好。小磊，你确定这些玩意儿能救我爸？想救爸就别问，等会不管看到什么都不要出声，所有事情听我指挥。好了。小磊，爸这就没事了吧？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还得再观察一下。爸。杀人了！李小磊杀人了！把爸的口上写了你这个毒妇！别在这扯，爸需要安静，再闹下去就是催他死。催他死？我看你才是那个催命鬼！我要让你血债血偿，我让你抵命！妈，你冷静点。小磊刚拼尽全力将爸从鬼门关拉回来，你看他现在还满头大汗呢。他真的救了你爸？真的，这些东西呢，都是小磊为救爸准备的。你们别信，这些东西来路不明，说不定啊，就是他用邪术变出来的。他就是要害死叔叔，好霸占车场啊！他就是个妖怪！你闭嘴！是我求着小磊救爸的。妖怪也比你这个披着人皮的毒蛇强。毒蛇，卫东哥，你听啊，他骂我是毒蛇，你就让他这样羞辱我吗？能不能别再添乱了？好，你们现在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外人是吧？妈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摸摸爸的脉搏，看看他还有没有气。看就看，老头子要是有什么问题，我让你抵命！有脉动，可他怎么还没醒啊？打的麻醉还没醒，等药效过了，自然就会睁眼。阿姨，别信他的鬼话，他肯定就是没治好，故意在这里拖延时间。是不是鬼话？问问村医不就知道了。你还嘴硬！哎呀，别吵了！医生，你快来看看，是不是他在糊弄我们？妈，你怎么就不能信小磊一次呢？我刚刚一直在旁边看着，他是真的想救爸。你不相信他，难道也不相信你儿子吗？我信你，我信你的魂儿早被这个狐狸精给勾走了。
医生，你快看，他到底有没有问题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看，我就说吧，他是个狐狸妹子，你把他害死了都！李小磊，我要跟你拼命！别以为你给工厂拿下投资就可以胡作非为。李小磊，你不会救人，你也不要害人啊！叔叔平时待你也不薄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他呢？怎么可能？刚刚不是这样的。儿子，你就是被他给迷惑了。我再说一遍，爸没事。你还在狡辩？医生都说过了，你难道真的不想让你爸善终吗？不，这简直是华佗转世。什么？刚才还药石无医呢，现在脉搏和呼吸都已经恢复正常了。哎，你简直就是神医呀！怎么可能？李小磊什么时候会这种医术了？那爸咋还没醒呢？麻醉药还没过，你们现在这样就是在影响爸的恢复。别以为医生夸你几句就得寸进尺，等你爸醒了再说。别以为医生夸你几句你就得寸进尺，等你爸醒了再说。爸，水啊，水。爸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点没？我的胸口怎么这么痛啊？小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爸，这是正常现象，不过这次你一定要好好在床上休息养病。好，这一次说什么都不让他下床了。紧张什么？不就是得个小病？爸，你别逞强了，你都把我和妈吓死了。卫东啊，厂子投资的事儿怎么样？成了吗？成了，爸。赵老板很喜欢，直接投资了200万，我们车厂有救了。成了就好，成了就好。这话说起来，还是要感谢小磊，要不是他那辆车，我们也不会拿到投资。小磊，真是辛苦你了，之前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是我们家里对不住你。没事的吧？我也是。叔叔阿姨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嘛。这是我们家的事，什么事轮到一个外人插嘴？小王奶奶，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小王奶奶，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对，小磊，妈之前做的不对，妈向你道歉。小磊，一家没有隔夜的仇，姐之前做的也不对，你也多包容。你看小磊多懂事儿，他肯定不会那么小心眼的。一会儿我就把你的行李给搬回来，我们一家人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。哎，我也去。谁说我要搬回来了？小磊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我和妈都跟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怎样？小玲，小磊，搬回来住吧。以前在这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爸对不起你。以后只要爸还活着，就绝对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爸，不完全是这个原因，我想自己有自己的事业，就不麻烦家里人了。好，爸就不勉强你了，但你要记住，这永远是你的家，你随时能回来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你好好休息。卫东，快送送。小磊，等等。怎么？还有啥事儿？我知道，以前是我混，瞎了眼，帮外人欺负你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？贾卫东，机会不是靠求的。再说，我们2个人之间没有什么机会不机会的。我们之间怎么会没有感情呢？我们已经结婚7年了呀。7年？还好意思说这个？原主就这样忍气吞声被你们欺负了7年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你现在有这个心思，还不如把厂里的麻烦解决好，好好照顾爸。小磊，你放心，车厂的事呢，我一定会办好，不会让爸操心，我也会照顾好爸。
以后呢，我也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。这个就没必要了。小磊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卫东哥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不愧是小磊姐，嘴上一套，背后一套。你胡说什么呢你？你胡说什么呢你？卫东哥，你弄疼我了。小磊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和他真没有关系的。哎，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你们什么关系？我不在乎。你看，他都这么说了，你还缠着他干什么？她是我媳妇儿。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那我呢？真是无聊。小磊，卫东哥，他只是在和我置气，你生什么气啊？闭嘴！当初要不是你挑拨，我和小磊怎么会闹成现在这样？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在我面前说他一句坏话。你不可以这么对我，我都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，就该篡夺小旺不认妈；为了我，就该在我爸病床上说小磊坏话，是吧？刘淑兰，真没想到你是这种。小磊，我知道你现在还在跟我赌气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，我是真心的。哼。小磊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从那柜子里取出来一些东西，还有刀，可吓人了。你没受伤吧？哎呀，我当然没事了，是蒋卫东他爸，我给他做了个手术。啥手术？小磊，你啥时候会做手术了？这不重要。哎，那贾家没有为难你吧？那倒是没有，就是求我搬回去。搬回去？不行不行，就你婆婆和大姑姐，你搬回去指不定怎么欺负你，受委屈呢。不能这么轻易回去，除非他们八抬大轿的请你回去。放心吧，我才不会回去，我还要继续搞我的事业呢。大女主就是要专注于事业。你弄那车在投资会上那么风靡，要不咱们还继续造车，肯定能拉来更多投资的。不行，当时弄这辆车就是为了爸，就不跟贾家抢生意了。那要不咱还继续养猪？不，我得想点新鲜玩意儿。新鲜玩意儿？新鲜玩意儿。花，这花是我从村头摘的，挺香的。不过可惜的就是1周就败了。花败了。我想到了！你怎么这么开心？你呀，真是我的大福星。我们就做永生花。永生花？我只是来探我贾叔叔。舒兰，不要怪姐，爸交代了，刘舒兰和狗不得入内。不带你们这么羞辱人的！你原来可是求着我当弟妹的，你现在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？以前觉得你是个知书达理有文化的人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那你又是什么好东西？难道你不是欺负李小磊欺负的最狠的那个人？这是我们的家事，容不得你一个外人来插手。你以后还是不要再来勾搭卫东了。李小磊，你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，居然把这一家人哄成这个样子！李小磊肯定有问题，一开始从200斤的大肥猪突然瘦下来就不对劲儿，还莫名其妙冒出那么多奇怪的东西，有猫腻。他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？这东西还会亮，
这不会就是李小磊那见不得人的东西吧？这铁妖怪还能往外吐东西，不会真的是什么妖术吧？让我看看这邪物到底是个啥！乖乖，我就说李小磊不正常吧，这下让我抓住了。警告，未授权操作。谁在说话？装神弄鬼！哼，一个铁疙瘩，我还治不了你了。我就不信了，我还砸不开！谁在那？鬼鬼祟祟的，肯定蛮好心。小磊，要不告诉贾卫东家吧？算了，他想查就让他查，反正也不会成什么气候。也是，他除了搬弄是非，也没什么本事。哼。小磊，这些刚摘的花真能做成永远开着的样子？永恒应该做不到，但是3-5年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些只开1周的花，居然能保存3-5年？小磊，你果真是从天上飞下来的神仙！那我就保佑你长命百岁喽！哎，把那个花给我拿过来。这是做什么？给花脱水。哇，我的娘，这颜色这么鲜亮，比刚摘的还精神。还有最后一步，定型。成了。这摸着不软不硬的，手感不错。这要是摆在家里，谁还会觉得这不是真花呢？既是可行，那咱们就多做点花样。那到时候肯定供不应求。妈妈，妈妈，小汪汪，妈妈，我能进来吗？这小孩什么时候这么有礼貌了？门没关。妈妈，这个糖特别好吃，你尝尝。无事献殷勤，你爸爸让你来的吧？不是，是我觉得这个糖特别好吃，想让妈妈尝尝。好了，你任务完成了，回家吧。妈妈，你就别再生我的气了，好不好？妈妈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只是谁把我给你缝的书包扔在地上踩？又是谁指着我说你不是我妈妈，刘老师才是？妈妈呀，只是替你完成心愿罢了。妈妈，我错了，是刘老师让我这么说的。他说你笨，说你胖，说你只会给爸爸添麻烦。我不该信他的，不该跟你顶嘴，不该把你缝的书包扔在地上。这小孩子怎么变得这么快？到底是谁在教他说这些？小磊，小汪已经知道错了，要不就让他留下吧。妈妈，爸爸说你发明了一个超级厉害的汽车，赢了大老板，还救了爷爷。他们都说你是天上的仙女。这小孩子拍马屁的本事倒是挺厉害的。小崽子，不是妈妈做了这些才厉害，而是作为你妈妈就已经很厉害了。那妈妈，
你能别赶我走吗？你能别赶我走吗？那以后可要听妈妈话啊。我以后只听妈妈的话。你说这花能卖得出去吗？小磊啊，你这花这么神奇，肯定会被抢到的。哎，这不是贾家媳妇儿吗？怎么不在家好好伺候公婆，跑这卖起野花来了？看看呗。我看是想钱想疯了吧？这普通玫瑰花5毛钱一把，你这破盒子装着，还想卖出金哥的价？大家先别急着下定论。你们看，这是我今早刚摘的鲜玫瑰，花瓣已经开始发蔫了。而这些是我3天前做的永生花，颜色和手感是不是和刚摘的一样？哦，还真是。这永生花摸着潮乎乎的。不止呢，普通鲜花沾水多了会发烂，而我这花泡在水里都没事，摔也摔不坏，掉不了瓣儿。这花真能放3年？哎呀，放3年跟现在还一样。今年过年买一束，明年还能买，省得年年买新鲜花浪费钱。那给我来一束，我姐妹下个月出嫁，放新房里正好。好嘞。给我也来2束，我家老婆子就喜欢这红彤彤。给我来1盒，我送给我亲家，让他瞧瞧咱们村的新鲜玩意儿。好，别急，都有，5块钱1盒，保准值回票价。来，哟，李老板，几天不见，拓展什么新业务了？几天不见，拓展什么新业务了？这里不欢迎你。怎么了？这条街是你家的，李老板摆摊还见人下菜碟，你随便挑。这个塑料花做的还挺像那么回事，就是手感差了点。哎，小雷姐，你这是哪个废品站收来的？改就卖给乡亲们，这也太黑了。刘老师，这话啥意思？这花看着也不像塑料的呀。不是塑料，放那么久还不蔫儿，那就是用胶水粘的。我在城里面见过这种骗术，专门就是骗你们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。是不是塑料的？刘老师可以自己亲自尝尝。尝尝？谁要尝你们这脏东西啊？我看你就是被贾家赶出来没活路了，才想出这种歪招。贾厂长真是瞎了眼，还帮你说话。我帮他说话怎么了？我就帮他怎么了？刘老师，我警告过你，别再来找小磊的麻烦。我不是来找事的，我是怕乡亲们被他骗了。这花一看就有问题。这有什么问题？这花色香味哪一点有问题？你告诉我。正常的花哪有3年还不谢的？这个花肯定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啊？那是小磊用新技术做的永生花，可以保证3年不凋谢，比新鲜花更实惠。昨天赵老板还说买100盒给公司做福利呢，你告诉我有什么问题？赵老板啥时候给我预订花了？贾卫东真是张口就来。大家尽管买啊！如果这花放不到3个月，我贾卫东赔10倍。贾厂长都担保了，肯定没问题。那我再来2盒，给我姐妹捎回去。一枝花而已，有什么稀奇的？你们都好好看看，不要被他骗了。刘老师就是看不得别人好吧？被骗了还帮着数钱。小磊，放心，有我在呢，保准没问题。谁要你在，多管闲事。我知道你本事大，但是家里总归得有个男人罩着是吧？买花就付钱，不买就让开，别挡着我做生意。买，给我来10盒，送客户。卫东哥，你就是被骗了，哪有什么新技术？以前还是个200多斤的胖媳妇儿，连锅都烧不好，怎么突然就会又造车又做花？这些东西要不是他偷来的，那他就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。闭嘴！你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杀你？他们仗着人多还开始欺负人了。你别血口喷人！我哪有胡说？我看
他肯定是在猪舍里面装神弄鬼。哼，还有个怪柜子，说不定啊，就是在练什么邪术。这些花呀，就是他用邪术做出来的。你们拿回去啊，可能还会招灾呢。哎，刘淑兰，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啊！那些本事都是小磊自己学的，他减肥是靠毅力，造车是靠脑子，做花是靠手艺，还轮不到你在这造谣。你什么你？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，就凭自己的能耐赢，别像这疯狗一样见谁咬谁。哎呦喂，东哥，你就是被他灌了迷魂汤了。先是迷住了你爸，现在又迷住了你，早晚你们家的钱都要被他骗光。放你娘个屁！放你娘的屁！你个小贱人，我嘴里吐不出象牙。我爸是小磊从鬼门关拉回来的，厂里发展的红火全靠小磊。你在这儿瞎咧咧啥？姐，怎么连你都被他灌迷魂汤了？你少给我扣这个帽子！当初是谁教唆小旺不认妈？是谁在我爸病床前说小磊的坏话？你真当我贾家没人了？没想到刘老师竟然是这种人。我告诉你，刘淑兰，小磊现在是我贾家的恩人，你要是再敢说他一句坏话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就是刘老师真不是东西。就是，人家小雷救了贾厂长，还帮车厂拉了投资，也不知道你搁这酸啥呢？赶紧滚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他真的在家里藏了个怪柜子装神弄鬼，我信你们都可以去看看。怪柜子？那个柜子根本就不是木头做的，上面还有个会发光的屏幕，还会发出声响呢。那天我还看见他从这个柜子里面拿出些烟花晃的东西，不是当我就是真的，肯定在练什么邪术。我好像看见真的有什么奇怪的光，还有奇怪的声音，难道真有不干净的东西？我骗你们干什么？那天我经过猪舍，听见有声响，我就趴在窗户往里看，那屏幕亮的也都晃眼睛。他肯定在干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不然凭他以前那个蠢样，能搞出这么多新鲜玩意儿。刘淑兰，你给我闭嘴啊！那些是小磊放工具的柜子，你少在这污言惑众。工具柜为什么要拿布帘盖着？哎呀，你就是被他迷了魂了，连家里藏了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好奇，那我就让大家伙看看那柜子到底长啥样。看就看，我就不信你能把邪物变没了。啊，走。我就说他心里有鬼吧，要不好好的柜子，用布盖着干什么？我是怕呀，有些人不怀好意。那你打开呀，打开给我们看看啊！这就是你说的怪柜子，是你眼神不好，还是恶意造谣啊？就这啊？我们家粮仓的柜子都比这花哨。刘老师，怕不是看走眼了吧？我看你就是嫉妒小磊生意比你好，为了抹黑小磊，连这种谎话你都编得出来。我看你这老师是不想当了吧？明明昨天不是这样的。大家看到了，我这柜子装的是手艺，是营生，不是邪术。谁要是不信，随时可以来看。但要是有人像刘老师这样造谣生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对呀，也不知道刘老师安的什么心，故意冤枉人，怕不是见不得别人好吧？之前不是这样的。你之前还私自来过我家。刘老师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给我等着！小磊，以后他要是再来捣乱，你直接告诉我，你直接告诉我啊！哎，我自己的事情会处理好的，用不着你费心。小磊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！哎，你在这儿傻瞪着干什么呢？快帮小磊去卖花去啊！好。小磊，他就这样嘴笨，你以后就使劲吩咐他干活。刘老师，求求你放我出去吧！小兔崽子，给我消停点！再吵，把你的嘴给封起来！刘老师，我害怕，这里黑黑的。哭，继续哭。刚刚不是还跟我说你的小磊妈妈好吗？刘老师，她是我妈妈，我当然爱她呀。好啊，那就你妈妈来救你啊！她不是有本事有能耐吗？我倒看
他今天怎么把这个门给啃开？刘老师，求求你放我出去吧，我真的很害怕黑。怕黑就怪你那个好妈妈吧，谁让他让所有人都向着他，就连你这个小兔崽子都口口声声说他好，我以前对你的好你都忘了是吧？真是个白眼狼！刘老师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放我出去吧，你也是我的好老师。现在知道了，现在想起来，晚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哼，贾卫东向着他，你也向着他，就连贾家的那帮老东西都向着他，都把我当傻子耍是吧？那你就给我好好的在里面待着吧。今天谁也别想救你出去！哼，贾卫东、李小磊，是你们先把事情做绝的。我帮你拍。乞丐，在这碍手碍脚的，厂子里是不忙了？忙，厂子接了好几个大单，赵老板呢还追加了50辆货车订单，不过我都统车好了，不耽误事。那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那不行，我媳妇在哪儿我就得在哪儿。你看这些花多娇气啊，她离了你不行，离了我也不行。油嘴滑舌的。出事儿了！出事了！姐，出啥事儿了？小汪不见了。大同学说，放学的时候被刘淑兰给拽走了。刘淑兰，她真是疯了，敢对我儿子下手。知不知道他往哪儿去了？不知道，村民们都帮忙找了，河边后山、村口老槐树下能找的都找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千万不能让他伤到孩子，我们分头找。好。老师，麻烦问一下，你有看见刘淑兰和贾旺旺吗？刘老师，他刚才拽着个孩子往后山那个报告厅那边走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妈妈救我！小文别怕，妈妈来了。李小磊，你果然来了！别废话，小旺呢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呀？救了贾老头，赢了招商会，现在连贾卫东都要抢走。刘淑兰，我不想跟你掰扯，把孩子交出来！在跟你说话呢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救世主吗？所有人都要捧着你！你真是个疯女人！妈妈救我！小旺，妈妈在这，别怕。把门打开！哼，凭什么？钥匙我已经丢了。刘淑兰，你针对我可以，拿孩子撒气，你还是人吗？我不是人，你又是什么好东西？你以为你张张嘴就可以让所有人都向着你了，就可以把所有的好处都占为己有了？我好不好不用你来评说。刘淑兰，你还是先想想自己为什么会被人厌恶吧。你胡说！这孩子本来是应该让我当妈的，都是你这个狐狸精把他抢走了，是你毁了我的一切。刘老师，我真的建议你去精神病科看一看，这现在还有的救。要去医院的人是你，这个小兔崽子刚刚居然跟我说以后只跟你亲，还敢告诉你那些话都是我教他的。像这种白眼狼就应该关在小黑屋里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，谁才是对他真心的。真心对他好就是把他关在小黑屋里吓唬他，真心对他好就是教唆他不认亲吗？刘淑兰，你那叫真心，你那叫自私，叫恶毒。你闭嘴！200多斤肥猪转世的贱人，凭什么教育我？我看你就是在猪市里面搞一些歪门邪道的鬼把戏，用妖术勾引人。我勾引人？贾卫东我没跟你抢，我还嫌他烦呢。李小磊，我弄死你！刘淑兰，你别逼我动手！歪门邪道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是你逼我的，是你逼我的。本来是用来防身的，但事已至此，为了旺旺，我也没办法。我靠，什么运气？有没有人管管？这可是人命关天啊！李小磊，连老天都看不惯你装模作样的样子了吧？你那个破玩意儿失灵了吧？我就说那些鬼把戏都是糊弄人的，什么永生花，什么新科技，全部都是骗人的。我看你现在怎么办？妈妈，你没事吧？
刘老师，你个坏蛋，别欺负我妈妈！小王，妈妈没事，别担心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里上演母慈子孝？今天我就要让你们知道，谁才是最后的赢家！你不是有本事有能耐吗？把自己瘦成个狐狸精，把贾卫东迷得团团转，连贾老头都护着你。哼，有本事你现在别躲呀！住手！住手！没事吧？卫东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在这好奇吗？我儿子被你关着，我媳妇儿险些被你打，我不在这儿，我应该在哪儿啊？不是的，卫东，你知道的，我是最爱你的，我只是想教训教训他，好让他们知难而退。刘淑兰，我真是看错你了，我怎么也没想到你如此蛇蝎心肠，连小孩子都不放过啊！看错我了，明明是你变了。爸爸，快救我出去！我没有闲工夫跟你这废话，你赶紧把小万给我放出来！凭什么？凭什么我要牺牲我自己成全你们一家人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否则否则什么？否则你是要打我还是要骂我呀？贾卫东，这些年我对你可是一等一的好啊，是你亲口跟我说的。你和李小磊早就没有感情，还和他在一起只是为了忘我。就这一句话，我信了你3年呢。我那时候没有认清自己的真心，我现在只想和小磊、和小旺过好自己的小家，我们不要再有任何牵连。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，你就想把我们带过是吗？你问过我的意见吗？我不同意。你同不同意有什么用啊？你最好乖乖把我们家旺旺给放出来。小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旺旺被他关着了，快去救旺旺！刘淑兰，不要使马上给我拿出来！你们现在所有人一起来欺负我一个人了是吗？刘老师，不要再犯糊涂了，快把小旺放了！刘老师已经疯了，他把贾旺旺给绑了。哎，是不是因爱生恨，把气下在小孩子身上？刘淑兰，我劝你最好把旺旺给放出来，要不然这么多人你没法收场。收场？这么多人来的正好，都看看李小磊这个狐狸精是怎么勾引人的。贾卫东现在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了。我不许你说小磊的坏话。现在开始袒护他了，你忘了你以前是怎么在我面前说他坏话的？你落魄的时候，我是怎么陪着你的，你都忘了吗？我那时候脑袋昏了，我现在只想对小磊一个人好。贾卫东，你敢说你以前从来没有对我动过心？我的天，贾厂长真的和他有事啊！难怪刘老师盯着贾家不放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哎，造孽呀！这真的是造孽呀！小磊，是我们贾家对不起你，妈向你道歉了。蒋阿姨，你以前可是口口声声求着我要当你们家儿媳妇的，现在怎么像变了个人一样呢？谁知道你装的那么像啊？原本还以为你是个什么知书达理的女孩子，听信了你的谗言，做错了那么多事。我装也没有你们贾家两面三刀，人前一套，人后一套。你胡说！小磊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他说的那样的。我现在没空听你解释。要是小王真有什么事，这笔账我跟你没完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老实一点。妈妈，我怕他今天说让我永远关在那里。小王别怕，有妈妈在，以后任何人都不敢欺负你。刘淑兰，你对一个7岁的孩子下这种狠手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我最大的报应就是认识了这个懦夫。贾卫东，你敢说你没有跟我说过，你心里早就没有李小磊了？等场子好转了，你就跟他离婚。你敢说你没有跟我说过，让我多关心关心小旺，好让他跟他妈离心，好让他跟他妈离心？你敢说这些都没有说过吗？你这个骗子！我从来没有教过你说这种话，你不要诬陷别人。好，现
现在他变好看，他瘦下来了，你就把我一脚踹了是吗？你这个王八蛋，你不得好死！够了！我以前是混蛋，我对不起小磊，我也对不起你。但我很早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现在心里只有小磊一个人，我只求他能原谅我，弥补他，然后跟他好好过日子。好好过日子？那我呢？那我该怎么办呢？你疯了！我们贾家日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警告你不要再胡搅蛮缠了。你现在最好祈求，望后续没有什么应激反应，否则我要你好看。他有什么应激反应，也是拜你们这对父母给他积的孽呀！弥补他，哼！我过不好，我也要让你们全家都过不好。李小磊想风风光光的嫁入你们家当厂长夫人，做梦！我今天就毁了你，让他受祸光！你个杀千大的毒妇，敢杀害我的儿子！你疯了你！刘淑兰，你个畜生！就算我弟以前对不住你，也轮不到你来动刀子。今天我非撕烂你的脸不可！李小磊，我要杀了你！快按住他！少主，快把他绑起来！李小磊，别跟疯子一般见识，自有法律收拾他。放开我！有本事跟我1对1！1对1？我又不是傻子。放开我！刘淑兰，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？身为国家教师，拿着国家工资，破坏家庭，伤害孩子，你的师德何在？3尺讲台是让你教书育人的，不是让你撒野作恶的。我没有，都是他们。是李小磊这个狐狸精勾引人，贾卫东是个骗子，这个懦夫他骗我，他们联合起来毁了我的一切，是他们害的我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被我校正式解雇，即刻生效。我会亲自向教育局提交报告，陈述你的罪恶。我要看看哪个学校还敢用你这种败类！不可以，你不可以这么对我！我寒窗苦读10年，你们凭什么？我不服！活该！我们镇上有你这样的老师，真是倒大霉了。校长，把他交给派出所吧，让法律来制裁他。好。贾卫东，你不得好死！贾卫东，你断子绝孙，你们全家都下地狱！小磊，刘淑兰那件事儿，是我让你和小王受委屈了。我以前太混了。轻飘飘几句话就能把我们小磊受的委屈一笔带过，贾厂长，你可真是一字千金呢。我知道我说的再多都没有用，但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真的改了。我以后呢，一定会好好对你，好好对小旺。小磊跟我回家好不好？家里的炕呢，我给你烧的热乎乎的，以后家呢，全由你负责。你想种花就种花，想造车就造车，我都支持你。是啊，小磊，之前是妈做错了，妈给你道歉，你就跟卫东回家吧。猪舍哪有家住的舒服呀？妈以后天天给你炖鸡汤补身子。就是啊，以后家里你老大，你说1就是1，谁要是敢跟你对着干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让我回去当家？对，以后贾家你做主。妈妈，你回家吧，我好想你。小旺乖，妈妈也想你，可是妈妈不能回去。为什么呀？我刚培育的一批新花，现在正是关键时刻，实在是走不开。花儿就因为花吗？不只是花。那还有什么？就知道逼问。小磊为了这批花饭都没好好吃，现在正是最要紧的时候，哪能说走就走啊？花哪有回家重要啊？妈让卫东雇10个8个工人，让他们盯着花。你跟我们回家，妈以后天天给你炖鸽子汤补身体。花没了还能再种，家没了就真没了。小磊，你别犟了，跟我们回去吧。妈妈，花比我还重要吗？你以前说最喜欢我在院子里喊你吃饭了。
小王当然重要，但是妈妈本身也很重要啊，而且要先爱自己，才能更好的爱别人。小王知道了。我明天有一批货要送到市里去，还缺几辆车啊？车？要多少都行，5辆、10辆，要多少有多少，我马上安排，保准送到。走走。